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湖北利川。利川这个地方呢，很多历史文化古迹，特别是在榆木寨周边呢，有很多被称为碑屋的，就是相当于是人鬼同屋。那里呢，有一座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碑屋，也叫做生基墓嘛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墓修在这家的堂屋里面，然后呢，人坟相伴数百年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离利川市区大概是60公里。我在网上看资料，说这里也有一座碑屋，同样的修建的很豪华，可能呢很多人都没有看到过。现在呢，我们去看看。在榆木寨有10多座豪华的古墓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代表权力的，还有代表财富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有土司管理嘛。当时代表财富的项家古墓就是碑屋。修建的非常富丽堂皇，很多呢在其他陵墓都看不到的。那么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我刚才简单看了一下，它跟榆木寨那个相思古墓啊非常相像，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批人修建的。前面看到的就是一座非常豪华的古墓，大家看看旁边都是房子。那么其实这个墓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生基墓，大概意思就是说墓主人在生前就把墓修好了，就全部准备完毕了，就等着自己去世。在榆木寨周边呢，就利川那边，很多这样的生基墓，因为他们对这个比较重视嘛，宁愿生前很节俭，但是呢，在死后呢要大操大办。前面就是这座古墓，它是属于一个姓祝的当时的大地主安葬在这里。这一块呢，最早的时候，祝氏家族是从清朝初年搬迁过来的，最后呢去世安葬在这个地方。我们一眼望去，这个墓是不是跟那个榆木寨的那个项氏的墓很相像啊？那么这边相当于是一个墙，里面呢是墓碑，这里相当于一个牌坊。我站在这个地方呢，其实相当于是堂屋的大厅一样的。其实明显的看得出来，以前的话上面应该是有房屋的，相当于这里呢就是安葬在堂屋里面。只不过呢，经过时间这么悠久，旁边的建筑都没了。我们在这里参观的时候，遇到一位当地的阿姨，就是住在这座墓的旁边，她在这里也住了几十年。她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墓的情况。她说的这个地方当年是可以看到里面的。并且呢，他还说他当年看到里面的棺椁，里面呢是一个拱形，有地宫形式存在，说是里面非常豪华。这位阿姨向我们介绍了许多，但是由于她说的是方言，我们只能是半猜半听，只能听懂一点点。这位阿姨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，也就是说跟这座墓相伴了几十年，她是嫁过来的。那么其实在他之前也有人一直生活这里，所以这座墓在这里存在了100多年，那么就有人陪伴了这座墓100多年，也就是说人坟同屋。他现在另外一个工作呢，就是平时照看一下这座墓。这边相当于是一个墙，它其实是2重院落的，里面一重，外面一重。那么以前正常的话，这个地方就是相当于大厅，然后那边呢是相当于厢房。中间整个墓加这里呢，属于堂屋嘛，是建在堂屋里面，因为这个跟那个榆木寨那个是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呢，可能经过历史的变迁，已经没有了。我们去榆木寨的话，可以明显的看出来，这里有个门，紫薇园，上面其实很多雕刻的。那么在之前那边也有一扇门。进入厢房的，就是左右两边的卧室嘛。现在看看上面的那些雕刻，有一部分呢头已经没了哈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是在表演，是戏曲的。一般这种雕刻啊，基本上是戏曲、娱乐，还有那种我们说的下棋等等。因为有财富嘛，他们生前享受什么，他死后呢也想把这些带进去嘛。那么紫薇园就跟我们在榆木寨看到的是双手居一样的，
那个地方相当于是属于居住的房屋。那么紫薇园其实这里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他们死后居住的地方，非常精美吧？因为这个看起来跟榆木寨一样，我不知道他是当时修建的工匠是不是同一批人呢？这座墓到处都能看到这些石雕，非常精美。在这个牌坊下面，大家看看，这是代表什么含义？这个是像我们说的那种小孩带着锁一样的。牌坊之后就进入第二重院落，大家看看这个墓碑豪不豪华？大家很少见到这样的墓碑吧？墓碑之后就是他的墓。在之前呢，我们说的碑屋，墓碑相当于就是碑屋的墙壁。这上面的雕刻非常豪华呀！你像左边那里呢，还有双龙戏珠。一般双龙戏珠的话是不能乱用的，但是为什么在利川这边很多墓呢都会用龙呢？其实说的简单一点，那个时候这里可能还是土司管理，还是属于封建社会的那个制度没有完善，就是封建礼法，他们这边可能还因为没有完全掌握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他们就突破了封建礼法。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属于土司管理嘛，他们相对来讲的话有一定的自治权，那自然而然呢，很多东西呢就跟平时看到的不一样。你如果是在其他地方正常封建政府统治的辖区用龙，如果皇帝没有允许的话，你这个是违规的。就像金丝楠木在古代呀，使用重罪，那么和珅当时被处死，他很大的一部分一条罪状呢，就是说借业之罪，就是使用了金丝楠木建房子。看看上面幽冥界，这个意思大家都懂了。这一座墓离现在大概是100多年，因为属于清朝光绪时间修建的，就是19世纪末1890几年修建的。这里呢也是一条龙，然后这些雕刻，这边还有一些字呢。大家看看，这里是一幅壁画，就是石雕嘛，上面有首诗，给大家念一下啊。它是属于清明唐朝杜牧写的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那么这个图画呢，雕刻呢，可能就有人问路，然后放牛的小孩跟他指路，可能就是这样的。他呢就把这首诗雕刻在上面。旁边还有一幅石雕，这个非常有意思啊。这里是一男一女，可能是夫妻站在这个家门口或者在家里的院子里面。上面还有打油诗啊，给大家读一下：美色人人爱，皇天不可欺。我不宁人妇，谁敢宁我妻？大概意思说美色就美人，人人都喜欢，就是我不找别人的媳妇，那谁也不敢找我的妻子，就大概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守好自己的1亩3分地嘛。另外一种说法可能就是说他们夫妻恩爱，因为这个属于夫妻合葬墓嘛。在这个墓碑前面还有一个桌子，那么其实这有一个说法了，我们在其他地方也介绍了，在这种碑屋啊、生基墓这里呢，以前祭拜的时候啊，他们就在这里吃饭喝酒。有2个因素呢，一个就是说把祭拜祖先还有祭拜神灵结合在一起，另外呢就是这些子孙后代啊，相当于在这里一起聚会一样的，因为平时可能如果出去的话见得少，那么刚好趁这个时间就在这里。那么他们属于在堂屋里面，那自然之前的话上面肯定是有那个房屋的，那么这堂屋其实还比较高，但是现在呢什么都没有了。还有一点呢，大家看看这上面的石雕啊，基本上不是属于清王朝的那个服装，就是我们说的嘛，他们这里呢一直是说相当于有独立自主一样的，有点自治。所以看榆木寨也知道，看利川很多墓啊，他们的那种石雕基本上遵循的还是
清朝以前的，就是唐宋时期的人物风格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座碑屋的现状，旁边还住了人，就是说从安葬到现在100多年的历史，一直都是人坟相伴，在这个地方豪华程度呢，确实让人惊讶呀，瞠目结舌。因为比很多当官的，或者是说比一些帝王陵保留下来的都更豪华。假如是你，敢住在这座墓旁边的房屋里面吗？在刚刚那座碑屋不远处，又发现一座这样的墓，比那个稍微等级低一点点，因为属于他的后代嘛。但是看起来也是非常豪华的。这个是墓碑，上面呢雕刻也非常精美。看到这些台阶没有？包括这些巨大的石头。以前呢这一块呢都是这个祝家的，所以说当时那个地主啊，非常的那个财力雄厚，建筑呢也非常大。这些石头还有下面的台阶，不是一般人能建造的。像这些房子，就是很早了，估计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这些都是啊。